Hello， 大家好呀！从本院寺离开之后，来搭地铁往池袋方向去，又开始下雨了。走一小段，东京安曼就是我的下个目的地啦。好高一栋楼，进来入口有点小迷路。好不容易找到电梯入口，安曼有自己的专属电梯，大厅十分敞亮，不愧是出名的奢华饭店。不过大家别误会了，今天来不是要入住，这里房价太美丽了，高攀不起，但来喝个下午茶还是可以的。东京安曼的下午茶，每个月菜单会更动，需要先在网站上预订。这个月份的主题是草莓，旁边的盒子里有各种糖，可以搭咖啡或茶。茶的选项会比咖啡多，不过整体来说选择也不是特别多。热毛巾很快奉上。第一次看到草莓像珠宝一样装在盒子里被端上来，鲜艳欲滴的颜色其实也不输珠宝。不过别以为整盒都是我的，是一个人挑3颗。不过我得说，这3颗草莓非常重看不重用，并不是特别好吃，比起超市买的草莓差远了。接着是 Strawberry Soup， 装在香槟杯里，喝起来酸酸甜甜，很有满嘴泡沫感。我的 Darjeeling Summer 有附上 cream， 可以自行弄成奶茶。大吉岭喝起来是茶味比较浓郁的，略带点涩口，用于搭配甜点十分解腻。接着就是今天的重头戏 High Tea 上桌啦！看看这粉红风满满的3层，顶精致感，会让人想疯狂各个角度拍起来。让我们一层一层近点看。认真说起来，餐点数量其实不多，但卖相非常精致且贴合主题。到底为什么连咸点都能做得这么好看？除了3层甜咸点之外 ，scone 有2种口味，一种是原味，另一种是柚子白巧克力口味，包起来保温中。scone 搭配有奶油、蜂蜜、草莓酱和杏桃酱。二话不说，直接抹上我最爱的奶油开吃。scone 十分松软，水准其实不输我在伦敦吃到的。先进入甜点，草莓费南雪。费南雪吃起来挺扎实湿润的，搭配上方的草莓巧克力，微酸口感反而化解了费南雪的厚重感。Orange Flower Honey Mousse 里面是草莓跟莱姆制成的蛋糕，2种酸还挺合拍。草莓马卡龙，意外的不会特别甜。草莓跟洋甘菊做成了泡芙，实话说我吃不出什么洋甘菊的味道，不过泡芙挺好吃的。草莓跟香柑的塔，其实这样吃下来，我发现草莓跟柑橘类的东西还是挺合拍的，既不会过分的酸，又能解掉甜的腻。奶酪就正常发挥，上面的小饼干很有巧思，为感觉平平无奇的奶酪增色不少。牛奶巧克力慕斯，这个就是浓上加浓的口感了，爱巧克力的朋友应该会十分喜爱。接着进入咸点，草莓做咸的，其实我是有点难以想象。不过这道草莓加上帕尔玛火腿，却打开了我的味觉新世界。加上一点开心果奶油，味道上真的挺微妙的，有咸香也有清新。法式冻里面有混合的莓果跟 mozzarella， 还有鲑鱼组合而成。当下吃进去的口感其实都被鲑鱼抢戏抢光了，其他真的吃不太出来。龙虾塔，龙虾肉是生的，新鲜就是好吃。意大利黑醋跟炖牛肉搭配底下的米饼，醋的酸香跟草莓的酸又做成了神奇的组合。炖牛肉在这之中的存在感已经微乎其微，米饼的脆口都还比较有存在感呢。法式吐司搭配上哥贡佐拉 cheese， 这种 cheese 的味道很明显，但又用了蜂蜜跟胡桃，
所以反而有了温润的口感，挺厉害的。整个 High Tea 吃到这边也告一段落。我本来是个拒绝吃任何水果制品的人，但是东京安曼的这个草莓 High Tea 却折服了我，一道不落，从头吃到尾。草莓在这其中未必作为主角，但总能看到草莓的身影，却又不会让人觉得突兀。这就是厨师的功力深厚了。来都来了，就去享用一下奢华饭店的洗手间，堆得像小山一样的擦手巾，马上就体现了服务层次。门口还有长凳，方便需要等人的时候能够坐着等。此次的用餐体验真的很不错，没有花费太高的金额，却有感觉到宾至如归的感受。如果下次再来东京，我想我是肯定会再回访的。离开了安曼，从东京站出发，到霞关站，再转日比谷线到神谷町。出站迎头就是盛开的早樱，虽然一直下着雨，但雨中的樱花一样美丽。远远就能看到东京铁塔，旁边一堆人都在拍早樱。麻布台之丘森 JP Tower 近在眼前。从 B1 直接搭电梯上33楼，当时来访的时候还不需要门票，但现在需要门票喽。电梯就只有33楼选项，完全不用怕按错。可惜不是晴天，东京铁塔就近在眼前，也可惜后面还有行程，不然就能拍东京铁塔点灯了。东京铁塔看完之后别急着走，麻布台之丘其实挺好逛的。首先来人满为患的 Teapot 买茶，这是个红茶专卖店，茶叶或茶包都有，还能客制化包装。而且外面下着雨，店长很贴心的帮我在袋子外再套一层塑胶袋，避免淋湿。茶我回美国之后有泡来喝，我买的是最常见的 English Breakfast Tea。茶味是偏浓厚的，香气也很不错，我挺喜欢的。接着来去买咖啡，在京都喝过一次，十分惊艳。现场大排长龙，需要有点耐心。整间店走白色风格，咖啡到手，浓醇香又顺口。顾不上咖啡因太多会造成我心悸手抖，也硬要喝完。可惜要赶下个行程，实在无法在麻布台之丘多逛。这边吃的选项也很多。下次再来，一定要多留点时间在这边消磨。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